前2年短剧行情好，我凭自己拍戏呢，也在西安买下了人生第1套房，也开启了背着房贷过日子。本以为日子能稳步变好，结果去年年底刚买完房，过完年行业毫无预兆的断崖式没戏拍。上有老人要赡养，下有孩子要抚养，每月房贷雷打不动，正是到处用钱的时候，收入直接归零。那段时间呢，我整夜失眠，整个人被逼到绝境。我傻傻的等着行情回暖，盼着剧组给口饭吃，等来的却是疯狂压价。有粉丝说你又卖货又拍戏，怎么回家还干农活？我说真的，我真的是一个一点面子心都没有的人。我在家就是这样的，很普通几十块钱的衣服穿一穿，然后还穿这个布鞋，10块钱一双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明我穷，只能说明我自由了，我精神自由了。我不需要靠那些浮华的外表，一个2万块钱的包包，一件很贵的衣服，很贵的车等等，靠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衬托自己有多了不起。不需要。做了5年的演员，突然转行，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？至于转行做一名主播，也没有什么敢不敢的事，因为没有戏拍的日子，也是没有收入的，还要面对生活的柴米油盐，在北京真的很难坚持下去，甚至在点餐的时候，因为要不要点份肉而犹豫半天。现在我虽然转行了，但生活在一点点变好。刚去横店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住在南江西，是属于横店镇中心嘛。然后我每天都会听到有那个120那个急救车从我们旁边过，因为我们住在镇中心，那个车一旦过去的话，我们都能听到这个声音。我每天都能听到，就不夸张，每天都能听到。然后呢，我当时就很惊讶，我说我老家是在市中心，我好像都很多年都没听过那个就是急救车的声音，在那边却能听到那个声音。然后后来我才知道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他们在横店就是拍戏，一是熬夜熬大夜，就是通宵的那种。你就有时候我们熬夜加班什么的，你加班一次你都会觉得很难受。博主说，他们在拍摄短剧时，因为资金紧张，常常需要在7天内完成整部作品。为了赶进度，演员几乎每天都要通宵工作。许多人早上5、6点就得起床化妆，一直拍到凌晨2点才收工。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往往持续好几天，所以剧组里不少演员都会随身准备速效救心丸，以防身体出现突发状况。横店周边多山，地形像一个封闭的盆地，经常是又热又闷又潮。演员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还得穿着厚重的戏服，头上戴着密不透风的头套，整个人就像在蒸笼里一样，因此中暑的人特别多。我干了10年的演员了，今天跟你们说一句没有人敢说的实话。我演过狂飙，演过3大队，见过年入1000万的明星，也见过交不起房租的群演。影视圈90%的演员都在失业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们演得不好，而是因为整个影视圈不需要演员了。过去人们一提到演员，总会想到红毯、镜头与掌声。然而随着 AI 技术不断成熟，影视行业正步入寒冬。过去需要演员、摄影师和后期团队共同完成的内容，如今越来越多的可以由 AI 直接生成。这种变化直接冲击了短剧产业，约200万个就业岗位受到波及，大量演员、编剧、后期制作等岗位面临挑战。曾经的横店影视城被誉为中国的东方好莱坞，往年这里常常有上千个剧组同时开机，片场灯火通明，热闹非凡。而今年开机的剧组仅剩30多个，偌大的影视城显得格外冷清，很多片场空空荡荡，许多演员1年都接不到1部戏。为了维持生计，不少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。有人投身直播行业，也有人将目光转向幕后，有人干脆离开影视圈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。有人开餐馆经营小生意，有人送外卖或摆起了地摊，还有人选择回到农村老家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我短剧干不下去之后，我是去先找一个直播剧，在一个外地很远的地方，自己自费差旅过去。到了之后说是能够直接上戏的，说是1场500，空场的话150。结果我到了之后，我的那个角色已经提前被别人给演了，就导致我只能一直等待，然后在那等，我等了3天，终于等不下去了，我走了。空场费
我也没要，但是他也不给我报销。我是先说的我没要，他说他意思就是也不会给你报销。我真的是非常的明显的感觉到，近几年开机的戏越来越少了，身边的演员朋友们进组的频率也少了。原因二，近几年不管是平台还是出品方，更加倾向于有流量的演员，因为这样相对够稳，相对有确定性，所以腰部以及腰部以下的演员就被挤压。原因三，演员从艺人变成了乙方，结算更像打工。哇，我之前听说过一次特别离谱的事儿，就是我一个演员朋友，他杀青了之后呢，这个剧组一直都没有给他结尾款，很多演员呢就一起去剧组要账，反被锁在酒店。4、5月份就有传言说6月份短剧会迎来一个小高潮，或者说是会迎来一个最后的狂欢。但是现在已经6月底了，还是没有任何好的一个迹象。现在横店什么剧多呢？下沉剧特别多，几乎全是下沉短剧。当我们去跑组面试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全部都这个类型的题材，要不就是什么农村的下沉戏，要不跟一些当地文旅合作的，全是这样的，预算都非常非常的低。沈莹说，这些短剧制作较为粗糙，拍摄周期通常只有2、3天，时间非常紧张。对制作方而言，拍摄时间越短，场地、设备和人工等各项成本就越低，因此能够节省不少开支。与此同时，演员的片酬也相当有限。如果是特约演员，一天的收入大约只有200-300元，即便是戏份较多的主要配角，日薪通常也不过500元左右，基本就是这个行情。带大家看一下现在横店拍戏的剧组还有多少。这个是明清宫，就很多著名的宫廷戏都在这里取景。去年8月的话，一天有20来个剧组同时在这里拍摄。然后这个是年代景，去年最火的时候呀，一天有30多个剧组，包括电视剧、短剧同时在这里拍摄。当时啊，就是剧组多到演员都找不到，就是个人都能当演员，就可以说台词。更可笑的就是，你们都把颜值当成入行的王牌，对吧？觉得自己长得可好看了就高人一等，是吧？我直白的告诉你啊，在娱乐圈，颜值你是顶多就占个10%啊，只是这10%只是你能见到行业大佬的这个入门的门槛，仅此而已。这行最不缺的就是年轻的好看的人。你的长相扔在人堆里，连点水花它都溅不起来。真正决定你能不能走下去的是脑子，是情商，是智商，是最基本的社会常识。你说你空有一张脸，没脑子，没有人情世故，你注定在这行寸步难行。影视行业已死，影视行业人的出路在哪里？大家知道吗？现在在横店也就30多个组，这30多个组呢，包括长剧、横短跟竖短，这是什么样的概念？那咱不说最鼎盛的时候，去年一天全国开机的剧组，咱不说这个有上万，也得有1000个了吧？全国现在已经几月份了？6月份了，整个横店才30个组。现在大部分的演员，不管你是明星还是小卡拉咪，都在失业，非常的难熬。6月14日，大陆举办微博电影之夜，按理说这应是一场群星闪耀的盛典，但在当下的影视寒冬里，找工作却意外成为全场最醒目的主题。即便是登台领取年度优秀影人的董子健，也没有照例发表那些礼貌性的感言，而是直接表达了希望能获得更多工作的心声。董子健凭借自编自导的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拿下年度优秀影人奖。然而，比起获奖本身，更让全场关注的是他在致辞尾声突然补上一句：“我还要重新介绍一下自己，我是演员董子健，最近很空，谢谢。”这句最近很空带着自嘲，却像一条公开的求职宣言，迅速冲上热搜。不少网友感叹，连拥有《大江大河》等代表作，又能在导演与演员之间自由切换的董子健，都要公开喊话求工作，可见行业萧条到何种程度。影视寒冬绝非虚言。还有人直言，他都没戏拍，也太吓人了。那其他演员怎么办？董子健执导的《我的朋友安德烈》曾在2024年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。他的母亲王清花更是大陆娱乐圈的金牌经纪人。在当晚公开求职的不只有他。当年度瞩目演员奖颁出时，文琪与刘昊然共同登台。主持人提到，文琪去年就在微博电影之夜现场喊话求工作，文琪笑称那次真的有效。话音未落，刘昊然立刻对台下导演、制片人大声喊：“
找我工作，谢谢。颁奖典礼俨然成了求职大会。同一天，演员兼歌手程潇也在微博上发文，年度期待加油，也希望有更多的工作。网友留言，他们几个资源都算不错了，没想到也要出来找工作。有人想去做群演吗？那么首先，我是在小红书上面搜索了广州本地的群演群，然后就会搜到很多经纪人他是在招聘群演的。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些他是真的，有些是假的，你需要自己去分辨一下。正常来说，你加上经纪人之后，他就会直接把你拉到一个大群里面。那群呢，他就是会偶尔发一些需要群演的单子，他只要发出来了，你去找他报名，然后他给你拉到我们当前剧组的那个群里面，然后发送我们集合的地址，你只要到点儿去了就可以了。他是一辆大巴车直接给你拉到拍摄现场的。博主说，他第一次去做群演时，很快就认识了不少同行，其中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已经干了很多年，手里掌握着不少群演资源群，也乐于分享信息。大家在片场一边聊天一边交朋友，互相交换群演群和招募信息，彼此照应，气氛十分热烈。重点来了，如果你想要来横店打工，想要靠着群演来赚大钱的话，那我劝你一定要慎重。群演呢，因为它的单价不高，戏份呢都靠剧组来排期，你有戏才会有收入。你像之前短剧行业好的时候，那会儿还可以，但是现在处于一个淡季，你想要靠这个来赚钱的话，那真的是很难很难。然后关于那些真的想要来横店这边体验一下的同学呢，我给你们一点建议啊，就是你们可以住在横漂广场那边呢离各大景区都比较近，离集合点也比较近，比较方便。很多人疑惑影视行业到底怎么了？而压垮传统影视的这道杀手锏，就是所有人都低估的 AI 短剧。数据是不会骗人的，今年1季度 AI 短剧市场占比直接突破了 95%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人短剧开机量暴跌 75%。不用布景，不用租场地，也不需要天价的片酬， AI 几天就能完成一部短剧的制作，成本极低，效率却极高，直接全方位碾压真人。Hello， 姐妹们，你们好！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剧组的一些禁忌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不要乱讲话。拍戏的时候都会带有小蜜蜂嘛，然后你所说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都会被录音老师听得清清楚楚的。第二呢，女生绝对不可以做镜头香。据说女生做过镜头香之后，那这个摄影机好像会出现一些第三就是不可以躺着化妆，因为只有死人才是躺着化妆的。那第四个呢，就是不要随意在镜头前划过啊、走动啊。曾经人山人海的横店变树店，再变空店，横店演员无戏可拍，该何去何从？现在横店就有10来个大剧组撑着，竖屏短剧凉凉了，横店根本就没有戏拍。这个月我已经休息了19天了，明天就20天了。普通人怎么实现自己的演员梦？今天带来的体验，横店当群演。如果你在空窗期或者刚好放暑假，就可以来体验1个月。来横店的第一件事是做什么？当然是找房子啊。我们先从清明上河图区域开始。哇，这边的房子还真不错哎，都挺明亮的。其实看下来价格都差不多，500到700的样子，大家就直接挑近的，在广芳路附近找。这是演员集合的地方，你到后面就知道你的景有多好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圈子里能上去的人没几个是干净的。马路上比他们演技好的，比他们长得好看的人海了去了，为什么偏偏是他？要么背后有人，要么背后有事儿。有些事儿啊，我说出来你们都不敢信。这个圈子里，从经纪人到制片，从投资方到平台，一层一层全是交易。你看到那些光鲜亮丽的，全是包装出来之后的假象。近年来，大陆影视迎来寒冬。长期关注娱乐圈的评论人宋祖德曾在影视中透露，他与多位电影、电视剧制片人交流后得知，行业的寒冬才刚开始，许多导演5、6年没有戏拍，很多演员也5、6年没有戏拍了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